关注最新资讯，把握经济脉搏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播小陈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本期主要内容：4月初，几篇公众号文在大陆疯转，如人到中年、房子断供、燕郊断供者的自述等，一个个弃房断供案例引发地产行业持续危机。近半年，深陷危机的恒大地产旗下更是断供重灾区。政府出手接手恒大部分项目，并出台相关政策稳住市场，断供现象得到减缓。文章《燕郊断供者的自述》中提到，断供者2017年买的房，140平，共426万元，贷款298万，月供16800元。但到2021年，燕郊房价腰斩，房子跌到了240万，即便是卖了房子，还要倒贴银行50多万。他断供后，银行起诉他，他还要承担将近20万相关费用。这样的事件并不是个例。疫情当下，不仅是大部分普通消费者出现经济压力，就连地产行业曾经的龙头企业恒大地产都出现了负债2万亿的现象。大部分人在买房前，往往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，明知道房价处于高位，仍然一心想要购买的原因，就是为了能有一套住房为今后的生活做打算。今后结婚、孩子上学等，都需要有一套房作为支撑，所以人们宁愿花费巨大的代价，也要买到一套房，即便是房贷的偿还年限被拉长，仍然硬着头皮购买。当买完之后，人们开始产生后悔的情绪，发现房贷偿还的压力实在太大了，每个月的收入非常有限。随着物价提升后，本来生活压力巨大，如今再加上房贷的影响，使得生活状况更加艰难。于是有不少买房的人产生了弃房断供的想法，表示非常后悔买房，但一旦房产断供后，对于个人的影响巨大。之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弃房断供，是因为很多人的收入并不稳定，往往偿还了贷款之后，生活到了过不下去的地步，使得弃房断供的想法越来越强烈。恒大作为国内知名的房企，一开始有着大量的客户。由于恒大在一开始的口碑以及房产质量较好，使得很多人愿意购买恒大建造的房子。但没想到国家出手稳定楼市，房产出现调整，恒大也因此遭受巨大的打击。如今的恒大与以往的风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之前有多么风光，现在就有多么狼狈。光是负债金额就高达2万亿，这样的负债率对于企业来说，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。造成恒大负债严重的主要原因在于恒大前期投入的资金过大，盲目扩张导致恒大借了大量的钱，当销量无法维持的时候，恒大在之前挖下的坑就很难被填上。面对如此高额的负债，外界一度传出恒大将要倒台的消息。虽然如今恒大并未正式倒台，但已经摇摇欲坠。一旦恒大倒台，中下游企业必将遭殃，最惨的当属购买恒大房子的老百姓。房子无法如期交付，甚至面临烂尾危机，已经购入恒大房产的部分消费者失去了还款的动力，最终做出断供的决定也是不难预测的。中国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发布的2021年度中国杠杆率报告显示，从近2年看，银行起诉房贷违约断供的案件大幅增加，法拍房数量也暴涨，从2019年的50万套增长至2021年的超过160万套。根据3月24日第一财经报道，杭州以5.16万套法拍房位列全国首位。而这仅仅只是在一个平台上的拍卖数量，如果再加上其他平台，杭州法拍房数量将会更多。当然，法拍房不一定就是断供房。根据法拍网专业人士透露，法拍房中断供房的比例或达到35%以上。这意味着近1年，全国就出现了超过25万套断供房。而这25万人都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还不上贷款而主动弃房断供。自从房地产市场兴起，许多人看中了房屋能够升值这一商品价值而买房，但现在面对房价的大跌，断供者数量增加，其原因有4点：
一是房价下跌的时候，其房子的价值正在贬值，居民手中买的房子已经不值以前的价钱了。如果还要接着还这些房子的贷款的话，对于购买者来说只有亏损，不能带给他们升值空间。二是近年来，国家对炒房客的精准打击，对房屋贷款资金的严查，大量炒房客因资金链断裂，推动招法拍房的增加。中国的大城市开始限制房价，落实严格的限购和限售，限制了炒高房价。但限购和限售也定住了房价。此时的房价不再是市场价格，表面上房价还是稳定的，但曾经高价买入的房子部分市值成为泡沫。三是新冠肺炎爆发，生意难做，公司倒闭，商铺关门不计其数，大部分人的收入锐减，从而面临巨大债务压力。因此，为了止损，部分购房者开始断供。恒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前几年，其公司账面上有近3000亿现金，总资产超过1.5万亿元。在疫情爆发的短短几年时间里，恒大就从中国房地产界人人崇拜，变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不定时炸弹。四是购房者薪资不足以还每月房贷，很多年轻人买房的时候，只注意到首付的价格很低，但没有看到首付后所隐藏的大量金额房贷。要知道，首付越低，后期每月需要偿还的房贷金额就越高，甚至要超过每月薪资，最终导致自己欠款越来越多，直到最后还不上，只能选择断供。断供成本很高，购房者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选择断供的。不仅个人、银行、企业会受到影响，对国家发展也是会产生很大影响的。一是对购房者来说，首先个人信用拉黑，其次购房者断供，贷款合同中属于是主动违约，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。断供超过3个月，银行有权向起诉购房者申请拍卖。二是对银行来说，银行靠着利息来盈利发展，如今众多利息资金回笼不来，会造成银行资金链不足，抑制银行发展。三是对企业来说，房价大跌，对于本就负债率高的房地产公司而言，利润更是微乎其微，公司运转可能都很困难。最后，对国家发展而言，断供潮会影响经济发展。许多城市出现楼市断供潮，导致拍卖房源数量大增，成交率达到91.99%，以原价的7折出售，并且绝大部分都适用于清偿债务的个人房源。对此，国家出台了新政策，第一条新规是3红线，来限制房地产企业融资政策。红线1是剔除预收款后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70%，红线2是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%，红线3是现金短债比不得小于1倍。3条红线主要是为了控制房地产开发商融资来源，改变他们的融资渠道，帮助企业减轻负债率，以一种健康的融资模式来发展企业。第2条新规是限制现房销售，只对现房进行交易，防止质量差、未完工的房子交付到消费者手中。这条新规保障了购房者的利益，避免他们买不到质量好、价格合适的房子。当下房地产行业前景如此不明朗，为何还有那么多人会选择买房呢？甚至还贷时间拉长到20年、30年，也依然不停有人购房。老百姓执着于买房的原因，其一是家庭因素。在当下社会，房子在娶妻生子这方面有巨大作用。很多年轻人结婚的前提是拥有一套房，所以不少家庭为了让自己的孩子结婚，将所有的积蓄都用于买房。还有一个家庭因素就是孩子的教育问题，学区房可以让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，以此来提高升入名校的几率。其二是抵御货币贬值，虽然很多人通过靠银行贷款的方式来满足自己住房的需求，但买房的同时也属于一种投资。房地产一直是让财富保值与增值最有效的工具，在当前这种物价水平持续上涨的情况下，投资其他跑赢通胀的概率很小，
所以就会选择投资房地产来跑赢通胀。不到迫不得已，不会有人主动选择断供，毕竟对于个人来说，负面影响还是非常严重的，因而还是要尽量避免走到断供的地步。很多房奴手中有闲钱的时候，会选择提前还款，但其实不要盲目的选择提前还款，手中留点资金，不仅能避免出现断供的情况，还可以通过正确的理财方式让自己的钱生钱。比如银行理财产品、基金、信托、债券等途径。如果不想承担本金亏损的风险，也可以将钱存放到银行或者投资国债来获得收益。当然，也有新的渠道可以选择，比如近2年新兴的新零售模式，结合消费趋势，让线上与线下一体化，从而刺激消费，成为拉动我国经济的重要驱动力。而且，在共享经济的推动下，让国人有了新的渠道商品代销，通过基于实物交易，在30天的期限，可以在本金安全的情况下，零风险享得12%的年化利润，实现财富增值。本期视频就到这了，您对本期内容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一起讨论，请订阅并分享，我们下期见。